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为你疗伤？你说你成熟大方，天下无双，轻易放心上，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雨水成不了海洋，一人力量大。只要家人在身旁，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无论大事小事，大家一起扛，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无论伤心开心，大家一起唱。可只有家，就会有天堂。无论幸福祝福，大家一起想。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无论艰难困难，大家一起担，勇敢去闯，家是快乐的负担。William， 我赶时间啊，你下次再说也可以的。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妈的，他真的是被鬼迷了。他在说谁呀？他刚刚去看威廉。他这样啊？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吗？嘿，他真的这么说啊？是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大胆的，刚才给他那么一下，我的尿差点流下来了，还好他没有追下来。怎么会这样呢？妈的，我肯定他真的是被鬼迷住了。对哦，要不然让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哎呀，糟了，这个女鬼一定是同性恋，生前当不成男人，现在死后呢就钻上男人身来满足自己，然后选择女人来下手。这么说，我们都很危险啦。哎呀，大嫂啊，你都7老80了，你怕什么？反而是佳琪啦、佳倩呢，还有我才要紧张，才要怕呢。我们俩差不了几岁。哎，他刚才说过，他害死过人。刚才我上去的时候，他躺在沙发上说：“不要抓我，我不是有心要害死你的。”难怪那个女鬼专门挑他上他的身，那就是他做的亏心事。现在那女鬼回来复仇了喽。开银啊，不要乱说话。开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哦。威廉这个人呐，神秘兮兮的，说不定啊。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大哥说的没错啊，这威廉很古怪的，从来都没听他说他自己的事啊。是啊，也没提过什么亲戚啊、朋友啊、家人的。对，越想越有问题哦。大嫂，当初为什么你会聘请他的？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他这个人呐，虽然是不怎么灵活，不过人蛮勤快的。这么多年来，没听他说过一声苦，也没有要求过什么加薪，就是他生病也没有请过假。我叫他去玩，他都不要。那就是问题了，妈的！你要敲锣打鼓去问每一个人，全新加坡哪有打工仔不放假的啊？对呀，大嫂啊，你到底清不清楚他的过去啊？不清楚。哎呀，糟了，分分钟我们这里藏了一个杀人犯呢！哎呀，吓死人了！佳琪，你刚才为什么突然跑掉？我都说我赶时间哦。哦。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威廉，你不舒服的话去休息啊！你到厨房来做什么？客人要来了，应该要开工了。不用了，去休息吧，去休息。佳倩，过来，什么事啊？过来再说。
这里不可以说吗？给他气死了，都知道危险嘛。我回去了，回去。姑姑，啊？你要上哪去啊？我要回去烤裸地喽。先别走，哎呦，我有话要跟你们说。有话你说，你尽管说，说啊。你的手干嘛在发抖啊？我不是发抖，我尿急，我要上厕所。我也去厕所，来。这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大家对我的照顾，特别是老板娘。威廉，我知道，我一直都不是个好人，而且这辈子还做了很多蠢事。不会的，威廉，不会啊。要不是来到了快乐园，我看我这一辈子已经……人是不能做错事情的，只要做错事情的话，会有报应的。姑姑，威廉，你说是不是？威廉，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说，知错能改就什么啊？我不知道啊。你没用啊你。没用的，没用的，我的报应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他就站在那边看着我。威廉嘛，我懂了，你不要这样吓我们，会吓死我们的。你放心好了，他是来找我，他不会伤害你们的。离开之前，我要跟你们说声谢谢。我死了之后，有空会来看你们的。不要麻烦你了。麻烦你啊，不用了。反正每年的7月半都有假期的嘛。威廉，你胡说什么？我要去厕所了。你别说了，你越说我也越急了。拿来呀！威廉嘛，你不要胡说八道，什么要死，什么撞鬼，都是乱说的。是吗？不是吗？来，你跟我来。佳倩，你要去哪里？哎呀，你们不要来呀！我要让他知道那里根本都没有鬼。不要！走。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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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停车！不要停车！我求求你不要停车！不要！不要！不要！喂，张开眼睛啊！不要！哪里有鬼？你张开眼睛啊！不要！没有鬼，我叫你张开眼睛。你看哪里有鬼啊？威廉啊，你听我说，你昨晚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不是鬼。威廉，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啊。你不准跟任何人说，包括我大妈。你说。你昨晚啊，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鬼，是人呐。你说。而且那个人是我亲生妈妈。你说。怎么样了？无声无息啊。来，我来。佳倩，他怎么样了？他发高烧，脑筋烧坏了，你们带他去看医生啦。
哎呦，什么事啊？没事啦，没事了哈。哦，我一定是发神经了，大白天怎么会见鬼呢？一定是想太多了。肚子饿了，我先吃了我弟才开工哦。这么长了，说他神经病了，好。平时是我妹夫和我妹妹一起看店的吗？嗯。老高跑去哪里呀？照计划行事。要是有人怎么办？你不一定会找机会呀。那老高，我们这次是来真的啊！怎么样？你怕？开玩笑，对付 Oki 这种人我会心软，那你不要脚软就好啊！我不会，我哪里会？去，准备好啊！暴龙有人吗？暴龙有人吗？不是我，Oki 肯定知道是老高干的吗？万一阿龙被抓，他肯定把我抖出来，到时候我不是在监狱养老吗？要是老高被警察抓去，把什么都爆出来，那我不是完蛋？不行，我才不会这么笨，陪老高送死。下。算啦，改天再过来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你有空再自己过来查咯。哎，可是我觉得啊，你妹妹8成是被老高虐待。哎，怎么？我妹夫，哎，好像有人在追她哎。我大哥啊，等，我去看看。老大，哎，不过我这是，你是不是在追老高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啊？是不是老高干的？怪不得他会跑掉啦！王八蛋，岂有此理！哇！王八蛋！哎呦！记得。你弟弟啊，真是的，话还没有讲就一拳过来。他以为你伤了我才会这样的吗？哎呀，他误伤你，你误伤我，算了喽，扯平啦。也是啦，我都还没有动手你就跑出来。问你还好讲，我进去等你等了老半天，你都不进来，人家变都小完了嘞。如果再不跑的话，就被认出来了喽。我以为你没有这样快吗？一进去就要办事的嘛，还等天亮咩？好了，幸好没有动手，要不然现在警察局了。用枪水毁人家的容，那是多么阴毒的事！没有，我们没有要毁他容，只是什么？只是要毁他的脚而已吗？不管是毁容还是毁他的脚，这样做就是不对的。我的港崩以前就有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就因为这样，人家妒忌她，就马修毁她的容，泼枪水，最后她还发疯了。我每次看到她，都觉得她很可怜。也很恨那个泼他枪水的人，到底是谁出的馊主意？是他。
我啦。大哥，我知道你走过江湖，可是我们老高没有。拜托你以后不要这样做这种事情了。哎，阿龙是替我出气的。哦，你再坏，你没有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吗？这样跟流氓恶霸有什么分别？就是嘛，本来我不同意的。哎呀，是 OK 啦，这个人啊真的是很过分的，难怪阿龙啊会冲动。他冲动你就应该劝他，而不是跟他一起乱来。朋友叫吗？难道不帮咩？是咯，朋友叫。可是你们为我想一下，如果发生什么事，那我怎么办？好啦，sorry 啦，以后我不会这样了。OK 咯，我不应该害老高，都是我的错咯。我混蛋，我走好不好？喂，你弟弟打我，我都没有追究，喝完咖啡再走啊。喝不下了，还喝？哎呀，你这个男人啊，真的很小气啊！哦，哪里痛？这边啊，轻一点。人家的脚伤到这样都不关心一下，他是不是有点 over 卡而已嘛？就这样紧张。亏我帮你这么多，女人哦，真的不知道怎么想嘞。喝得很爽哦。当然爽啦！你爽，打人家拍屁股就走，要我帮你擦屁股啊？你这么这样多事，每次都是你来弄。两个耍太极啊！哈，没有看到有客人在，叫什么那叫？没有啦，给 motorbike 的 bike kiss 到而已吗？没出息，给车 kiss。老大，我也是帮你报仇才打他的。报个屁呀！你这样给不做么？哎，你是不是吃错药啊？这么生气干什么？我又不晓得你不是在追他。如果你不是在追他的话，那为什么他跑你也跑？哎呀，跟你讲你也不懂啦。哎呀，算了，倒霉了。我才倒霉嘞！我这么顾兄弟之情，帮你出气，你不感动，你还骂我。是啊，我很感动啊。你有怎么样？哎，你起码拍一拍我肩膀说：“老弟，干得好啊！”干得好啊！把人家打得差点瞎眼，你还干得好啊？那个变态啊，就算打瞎他也不值得同情的。什么变态？他娶一个比他小30岁的女人，整天打他、骂他、咬他，这不是变态吗？如果让我找到证据的话，我一定报警抓他。你吃饱没事干哈？太空侠你，人家蹦多么紧张她老公啊，要你操心。哎，对，你那个朋友真的很厉害哦 ，He's so interesting and lively。刚才我在楼上看他教 Patrick，又有趣又生动啊。是啊，Patrick平时上不到20分钟的课就打瞌睡，现在1个小时啊，生龙活虎啊。哎，你早点把这个朋友介绍给我们就好了哈。去年 Patrick 就不会那么丢脸，考到38名啊。哎，38不错吗？我每年都考最后1名的嘞。哎，怎么拿我儿子跟你比哈？对哈？哎，讲真的，你这个朋友呢，会留到什么时候？最好能够留到年底的分流考试。是啊，我们都希望 Patrick 能挤上EM2哦。你有什么 EM2？最好 EM1 啊。你们2个很过瘾嘞，这么紧张干嘛 ？EM1、EM2 很重要咩 ？EM3 OK 吗？大哥啊，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新加坡的分流制度啊？考到 EM3 那些学生都是很牢记、很差劲的，以后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是咩？哎，梁志强也是读 EM3 的嘞，你看人家多么有名，这种你还要颁什么奖给他嘞？哎，梁志强什么时候念过 EM3 啊？如果没有念过，怎么拍小孩部分？哎呦喂啊！总而言之，我不要 Patrick 像小孩部分里头那些小孩子一样，他绝对不能够进 EM3 的。无论花多少钱，我一定要把你这个朋友留下来的。是啊，大哥，帮我们留住他吧啊！哎呀，也不知道他要留到什么时候，这要看假期咯。管假期什么事儿？假期认识文杰吗？没有啦，现在家福部住在佳琪房间咯。那如果佳琪不高兴，哇，这样文杰就要跑路了咯。嗨，各位。说曹操就到。好吧，伯母、二姐姐，佳琪没事啦。没事了，去进场。好像瘦了一点哦。妈，你不用担心啊，他就是要减肥啊。谁说的？还是胖一点好看。妈的，你老古董 old fashion 了。现在的人花几万块专门去减肥，你还叫他吃胖一点？其实啊，只要生一场病，吓一吓自己呢，就会瘦的。就像威廉一样，自己吓自己。
威廉怎么了？哎呀，没事了，说来话长。谢人呢？哎呀，我叫他放假回去休息一下。来，来去坐。哎，赶快去拿水给你女朋友喝。去。问你哦，我们这位纯情老弟很伟大嘞，一听到你生病，马上飞过去看你，你没有感动到啊？如果有一个男人这样对我 ，I will marry him straight away， 我一定马上嫁给他。二姐，这是我此行的目的。哦，那你跟人家求婚了？没有啊，她飞扑过来啊，说要嫁给我的。是啊，因为你是个帅哥，我情不自禁，我投怀送抱。知道吗？我这样的魅力。你臭美啊你！雅喜，你真的要嫁给我二哥啊？你长得这么漂亮又有条件，你就这样这么轻易答应他，太浪费了啦！你应该呀，要吊他的胃口，然后他才会好好的加倍珍惜你嘛。听到没有？我现在后悔了，我不嫁给你了。这个破坏王，妈，他破坏抱孙子的计划。哎，要恭喜你们2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哦！你看你 crazy 啊！你以为现在喝他们的喜酒，恭喜他们？先恭喜就成为定居了。哎，对，那快点恭喜我，祝福我，祝福我！谢谢二姐。婚期定了吗？还没，我们要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啊。哎呀，原来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这么有地位啊！如果你们真的要问我意见啊，我当然是说越快越好了。对，哎，Father，赶快表态一下 ，Yes or No？ 啊，当然好啊。如果你们婚期定的话，最好是在今年举行。大妈，你是急着喝媳妇茶还是急着抱孙子啊？2种都要，简单。三姐，倒2杯茶来。大妈、老爸，请坐。干嘛？干脆现在就喝媳妇茶，然后马上进入洞房，10个月之后就有宝宝可以抱啦。哎呀，你 crazy 啊！你演戏演到发疯了是吗？乱讲话。喂，是我啊 ，Joe 啊，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你还好吗？好，你呢 ？OK， 只是最近忙了一点。哦，难怪最近没有在 club 碰到你。我现在在 gym， 你来不来？喂，你们2个好了吧？我想你们干脆就农历8月举行婚礼哈，距离现在还有半年，还来得及筹备婚礼。说得好，可是就不晓得到那个时候还有没有 SARS。哎呀，你神经病啊！那个时候如果还有 SARS 的话，新加坡不是完蛋？对咯，管他是杀是你。哎，老弟，只要是结婚要生 baby 哦，我都支持你嘞。谢谢大哥。就是了，我嫁了2个女儿啊，你们做儿子的没有娶一个媳妇进来给我，我亏本亏了那么多年了，不要再叫我亏下去了。妈的！爹啊，我想去 club 健身一下。OK， 赶快回来接我们哈。我得减肥吗？哎，雅喜，我跟你说，我介绍我朋友那间婚纱店给你，它里头的婚纱又阴又 fashionable。真的吗？这大姐是说介绍给我的。哎呦，大姐，那里头的婚纱又老土，哎，又不阴，不要去她那间。我跟你说，我朋友那间啊是。你们缺钱用啊？哎呀，不是啦，我有一个朋友啊，从马来西亚下来治病嘞，我要你帮他医。好啊，他是什么病？忧郁症哦。大哥，我学的是泌尿科啊，我医的是人体的下半部啊。忧郁症你应该找医上半部的医生啊。哎呀，管他下半部上半部，反正都要医的嘛。哎，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嘞，你不能让我没面子啊。这跟面子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答应他的妹妹，说你是新加坡No.1的医生了，什么病都会医的。他根本真是走江湖卖膏药哎。Then， 只要你答应人家，我有什么办法呢？好了，我找个机会见见他。那去 set 哦。嗨，要不要试一试？好啊。哇，想不到这类的运动还蛮吃力的。我必须承认，我的确很想在你面前表现一下，可是我看我还是得说，
我不行了。我很喜欢你那么坦白啊。It's OK， 只要不是那一方面不行就好了。哎，Joe，还不知道你是做哪一行的？哦，等一等，让我猜一猜，你是做产业投资的？哇，你可真厉害啊！是啊，那我主要的是负责产业的投资顾问工作。那回报怎么样？蛮不错的啊。虽然最近经济不大景气，不过我们公司在租金市场上的收入还可以的。对啊，新加坡的市场啊，现在都饱和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往海外跑。是啊。哎，你有没有想过到上海去？有啊，上海现在是最热门的地方，全世界商人都希望到那边去发展。不过那也代表竞争激烈啊，我也想到那里去发展，不过信心不大。哎，知不知道你这个投资顾问可能可以帮帮我？那你想从事哪方面发展？我是搞美容产品的，主要是代理一些欧美和日本比较冷门的品牌。不过呢，这里的市场毕竟不大，所以想到上海去闯一闯。好啊，那上海现在是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人有钱啊，最注重穿着打扮。美容业这一行，绝对有得做。哎，我下个星期要到上海去考察，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哎，我有个 appointment 该走了，你有兴趣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叫我的秘书帮你安排住宿。拜拜。拜拜。One,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1, 2, 3. 妈妈咪呀 ，Yes, Mom， 干什么啊？哦，我在教阿公阿妈跳简杠舞 ，Healthy Dance。搞什么鬼啊！老人家跳什么舞？万一闪到腰折断骨头的话，我的皮包呀要破个洞了。哎呦，不会啦 ，Mom， 我有个姐妹照顾老人很 professional， 我跟她学了这个舞来教阿公阿妈，对身体好。对了，妈咪，阿公阿婆身体好啊，你就不用每天带他们去看医生，这样啊就可以省很多钱呢。说的有道理，那你们继续跳，不过不要跳得太激烈啊。啊，妈咪 ，Let's start another dance。阿公阿妈再来 ，OK？ 哎 ，Ready and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妈咪，你也来做啊！不要搞我啊！哎呀，来做啊！做运动身体好吗？而且啊，这种舞蹈啊，有种神奇功效啊！什么神奇功效啊？这种舞蹈啊，也能做波波舞。波波舞，乱七八糟的，做多了能变凶。是谁说的啊？我妈咪说的啦。她说啊，她有个姐妹啊，做了这种运动后啊，从考 A 变成考 B 啊。真的？Yeah, now going to 考 C。有没有骗人的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again, 1, 2, 3, 4, 1, 2, 3, 4, 3, 2, 3, 4, 4, 2, 3, 啊！你怎么了？妈妈咪咯，搞什么健康舞，扭一扭就扭到腰了。爸爸妈妈他们跳那么久都没事，你一跳就扭上腰，证明你啊，以后是应该多运动的。你以为我很空闲啊？如果我像佳玉那么好命啊，我就可以从早跳到晚，就不用搞到啊粗的粗，垂的垂了。什么粗的粗，垂的垂啊？腰粗了，腿粗了，胸垂了，屁股垂了。不会啊，你依然还是那么漂亮。少来这套啦！你干什么？哦，爸爸妈妈他们要吃鸡粥，我现在把鸡肉去皮。神经病啊！你阿爸昨天半夜咳个不停，咳到我整晚都没睡，你还买鸡肉？你不知道鸡肉会生痰的。不过爸爸他要吃啊。他要吃你给他吃，那他病了谁照顾他？人家妈妈都为我着想啊！
去学什么健康我来教他们，就是要他们身体健康，帮我省医药费。这个儿子呢，偏偏惹麻烦，连个女佣都不如啊。不煮就不煮咯。不过要让他们吃什么呢？你还怕他们没东西吃啊？那你看我买了最贵的猪腰肉啊，多碎的给他们吃，容易咬，没有渣，老人家容易吃的。我每次买什么东西呢，都想到他们两个。你以为我会刻薄他们啊？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我告诉你哦，现在新加坡呢，只剩下一个笨媳妇，肯这样子伺候公公婆婆。那个笨蛋啊，就是我。我知道你辛苦。你知道有什么用啊？什么忙都帮不上。哎，现在2个老的搬进来啊，每个月的开销啊，起码多了1000多块。以前妈妈咪在外面赚外快，不止省了女用税，而且还有钱分。现在她一整天在家里照顾2个老的，每个月的薪水啊、女用税啊都是我在给，拉拉杂杂加起来啊，每个月的开销起码也多了2000多块了。我去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叫他们多少补贴一点，好吧？躲拢你啦，你斗得过你那些兄弟咩？他们狠得很，奸的奸。你是什么角色啊？你斗得过他们，当初就被搞到破产啊！哎，我帮你洗。不用了，碍手碍脚的。哎，对了 ，Candy 跟我 complain 很多次了，他说你的摄影技术很差，很土啊。好心你去 upgrade 一下好不好？我整天跟人家解释，都解释到我不好意思了。我已经看了很多摄影技巧的书了。你看来看去都没有进步，那就是你笨哦。Candy 已经暗示我很多次了，意思是要你离开呀。可是我脸皮厚，当着听不懂。连张照片都拍不好，那你还能做什么呢？唉，要是你有本事的话，也不会搞到破产啊。我真的是倒霉才嫁给你了。早知道当初狠狠的说离婚就离婚，就不用拖到最后死的是我自己。老板娘，哎呀，学志，都叫你不要叫我老板娘，叫我阿妹好啦。还不是很习惯。叫久了就会习惯了嘛，喏，好像我还不是叫你学志啊。哎，不过说真的啊，你的名字一点都不好叫，学志，听错的话还以为在说脚上穿的鞋子呢。是啊，我以前求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啊都是这样取笑我的。哎，对了，你的伙计呢？不做了，现在年轻人哪里吃得了苦啊？哦，没关系，我来帮你。你有空吗？有。那就麻烦你了。不客气。哎，对了，你的先生有没有再来骚扰你呢？没有了，自从上次你帮了我之后，他就不敢再上来了。不过还是他打电话来烦我，死都要争回这间店。这间店是谁的名字啊？本来是我家翁的，我家翁去世之后就交给我先生。可是自从我先生在外面搞上别的女人之后，就要坚持把这间店给卖出去，我当然是不肯了。后来就由我一个人打理这间店。我为了保障，怕这间店落入那女人手上，就坚持要把名字给加进去。所以现在这间店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名字。难怪他要跟你争。这些年来都是我一个人在看店，他一分力也没有出，我怎么也不会卖的。他要打官司，我奉陪到底。就怕打到来啊，卖掉店也不够还律师费，你知道吗？以前呢，我给人家倒了很多钱，我请律师去告他，对方宣布破产，我不但1分钱都拿不到，而且啊还倒贴了很多律师费。
谁叫你为人老实，给人欺负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可以吃就吃，你退一步，人家反而进一步，做人很难。不要唉声叹气了，你还年轻，还可以打拼的嘛。真的很难。怎么会呢？做人啊，千万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知道吗？哎，有人来了。啊。要是你有本事的话，也不会搞到破产啊。做人啊，千万不要失去信心。我是不是被嘉喜越骂越丧失了信心？其实像阿妹说的，如果重新再来，也许还会有希望。其实我很需要像这样的鼓励，不过鼓励我的人却不是自己的太太。OK 啊，我觉得学子拍的这些照片拍得很不错啊。你看，构图这么美，夕阳还拍得这么出色。夕阳出色有什么用？又不是夕阳结婚，人家新娘啊 complain 你的老公把她拍得很难看啊，整张脸像水肿一样。人丑就丑，怎么拍都丑的啦。不是说我帮我老公啊，你看这些照片，无论是构图角度，还有光线，都非常的专业。专业？顾客不满意就是不满意的啊。人家嫌自己胸部小，你的老公还去拍她的侧面呢。嫌胸部小不是去隆胸哦，关我老公什么事嘛？哦，说到隆胸，我真想问你啊，你是不是介绍他吃什么健胸丸啊？是啊，他嫌自己的胸部不够大，不是帮帮他咯。你还叫他买保险对不对？顺便嘛。哦，顺便又叫新郎去做 facial 啊？她老公的脸啊，好像火星上的洞，再多的粉也填不满，不去磨皮怎么行呢？健发中心呢？没有，我只是介绍伴郎去而已嘛。小姐啊，你到底帮多少人拉生意的？Candy， 你也知道现在我跟我的家公家婆一起住，我的负担很重的。那是你的问题啊！我不想人家对我这间婚纱店有什么坏印象，而且万一你那间胸丸出了什么问题，谁来负责啊？好啊，既然你那样多门路，我想我这间婚纱店再也不需要你帮忙了。Candy， 我跟你20多年的朋友，你怎么可以跟我讲这样的话呢？我已经不止一次告诉你了，朋友归朋友，我投资了几十万在这间婚纱店，我总得为我的生意着想啊。好，最多以后我不干，其他的生意就是了。我专心帮你拉生意，好不好？我跟你那么多年的朋友，我不帮你，我还帮谁？那谢谢你啦。不过 please 哦，我真的不敢再用你的老公了。我会叫他改的。嘉喜呀，摄影这种东西啊，是讲 sense 的 ，OK， 没得改的，不行就不行的。Candy， 别说啊，雅喜来了，改天说。我再跟你谈啊。大姐，雅喜怎么现在才来？我还想请你吃午餐呢。我刚见完客户。哎呦，刚病好，你就不要太拼命了。我不拼命，老板就跟我拼命啦。是咯，现在是老板的世界，没办法啦，再委屈的话也要咕一声吞下去。这个年头还是当老板比较好。不要谈这些，我选了几件婚纱留给你看呢。哎，不必那么急的，我跟佳琪都还没有决定婚期。那要等多久啊？你们2个人年纪不小了，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哎，当高龄产妇啊，很麻烦的，要抽羊水验这个验那个。我有个朋友啊，35岁才怀孕，真的很辛苦的，天天打什么荷尔蒙针，打到2边屁股啊像大象一样。那就先看看吧。那。你先看这件，如果这些啊你都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预定从巴黎运过来。那不是很贵？不会，才7、8千块。太贵了吧？婚纱只是穿那么一次，不必太浪费的。你在替佳琪省钱啊，他是专科医生，他赚很多钱的。大姐你也知道，诊所不是佳琪的，现在经济不景气，医你病人也少了，连做医生啊也受到影响的。说到这样，好像怕我跟你借钱呢。不是啦，大姐。哎，你们2个人加起来的收入1个月有没有7、8万块啊？怎么可能？那也有一半吧。现在银行利息那么低，买股票没有保障，买楼更惨啊，分分钟变成负资产。我自己也在想啊，我的钱要做些什么投资才好。不过刚才我灵机一动，忽然间想起一个好商机。哎，你不赶时间吧？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啊。哎，大姐，就去姑姑的店。
等一下你拿面包过去，记得要跟嘉喜收钱啊。这样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你也知道嘉喜的拜登啊，他最超快了，每次吃完了喝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了。那就算咯，我们每次过去大嫂那边吃东西也没有给钱呐。那怎么一样啊？快乐鱼可是我们罗家的，我可是姓罗的，他敢跟我要钱？算了，2片面包，2杯果啤，当做请客了。请客？你很有钱呐！最近因为莎莎，我们的生意少掉一半了。接下来你女儿还要交那个大学学费啊，一交就几千块，去哪里找钱啊？好，你要收钱你自己去。哎呀，我这个做姑姑怎么好开口了？你去啦。我这个做姑丈的也不好开口啊。再怎么说你也不是姓罗的嘛。哎呀，我开不了口，你要收钱你自己去。你真是没用。我看妈妈咪啊教我的家翁家婆跳健康舞，2个老的不知跳得多起劲。突然间呢，我想起一个新的点子。你们的面包，哎，今天谁要请客啊？啊，我来吧。哎，我来。姑姑，等一下我跟你算。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打了单了。你知道 franchise 的账目要清楚的嘛？如果打了单，很难就退回的。没关系，多少钱？啊，4块半而已。哎呀，我来。不用了，大姐，我这里来，不用找了。啊，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慢慢喝，不够再跟我说哈。你知道吗？那个嘉喜啊，真会跟啊，才4块半呢，都这么讲想。那个雅喜啊，真的是见过世面的。你看，他给我5块钱，还说不用找了。这2个喜啊摆在一起，那个嘉喜真的不够雅喜饭。照这样看来，这个雅喜啊还真有钱呢。我们可以投资一间专门给老年人的 fitness club， 那让他们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消磨时间。然后呢，买些器材设备啊，请几个身材很棒的男女来教他们健身舞啊、yoga 啊、打坐，肯定可以吸引很多阿公阿婆的。以后啊，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但有钱，而且会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所以我想啊，这是个很好的点子哎。你的头脑动得还真快。当然要快了，要不然钱给人家赚掉了。怎么样，雅喜，你有没有兴趣？你跟佳琪一起啊，出个10万块吧。我知道你没时间，没关系的，我会全权负责到底，你等着分红就行了。包赚的呢，这么容易做，早就给人家去做了，还轮到你吗？姑姑，不是人家不要做，是人家根本没有我这种点子。如果没什么人做的话，那就是风险很大喽。姑姑啊，做生意哪有不冒风险的？可是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什么都不做啊！要不然啊，好的点子给人家用了，白白看见人家赚钱，自己呢只有暗堆的份。那大海有风浪，这是谁都知道的。那是不是大海有风浪，永远就不出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哪有鱼吃啊？对，要吃鱼当然要出海了。不过出海以前也要听一听天气预测嘛，要不然很容易变成Titanic了。所以我说啊，这个年头如果要做生意啊，就要拿franchise来做，像我们一样。哎，雅喜啊，你跟佳琪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如我们一起来搞拉萨franchise。姑姑，你不然整天来来去去啊，都是拉萨裸的的，能赚多少钱？你要那么辛苦赚来的钱，还不是大部分给了人家？照我看啊，创业一定要靠自己的点子，不要搭顺风车，要不然肯定会撞车的。雅喜，你说对不对？雅喜啊，你是见过世面的，你说他说的有道理，还是我说的有道理啊？啊，大嫂。大嫂，你们都在这里啊？我跟雅喜谈创业的事情。我跟佳喜说，做生意不是那么容易的。先别谈生意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情，阿公昏倒了。啊。赶快放下一天工作想法，等待你的回视角，温馨的牵挂。别为受点伤而害怕回家，等待你的回视角，温暖的回答。不管生活多忙，世界多大，想让你忘掉疲劳，再出发。回家，把微笑带回家，你就把微笑快乐都想家，幸福就变得无限扩大。回家，把热闹带回家，把关怀都想家，将烦恼
间。